心夜，你说。回皇上，奴婢平时服侍主日常，主做什么，奴婢不太清楚。但奴婢知道，主深以贤妃娘娘为恨，尤其是发现皇上有条帕子是贤妃娘娘的旧物，那时候主就说过，想要除掉贤妃娘娘。主您别怪我，这时候心燕只能说实话了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您做了什么，你还是自己认了吧，逃是逃不掉的。阿若，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赶紧招了？贤妃在冷宫时，你为了要除掉她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是，冷宫里走水也好，闹蛇也好，都是臣妾做。你认得倒是利索，你就这么恨本宫吗？贤妃，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我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。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？你也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？朕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，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，又收我做了嫔妃。哼，阿若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。朕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与贤妃听。皇上，你背主求荣，自取其辱。说。这些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。每回侍寝，我都是披着一袭薄毯跪在地上。每一个侍寝的夜晚皆是如此。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。贤妃，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，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白天我是主，受尽了皇上的恩赏，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，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。贤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皇上才会如此待我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？朕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，您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，您留我在身边。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，这么多年了，臣妾心里不明白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。若不是朕留住你，这几年来，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。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，还她个清白呢？原来都是为了贤妃。皇上竟这样待臣妾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那都是算计之心，朕如何不能这么待你？皇上以为臣妾待您是算计之心，那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就要被皇上如此羞辱？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，但像你这样背主求荣、心狠毒辣的人，朕倒是第一次见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背后指使你的还有什么人？无人指使臣妾，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。
贤妃，你去书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阿若，贤妃不在了，你可冷静下来，好好告诉朕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皇上，朕问了阿若许久，怕他当着你的面不肯招权，但他还是说，这是他一个人做的。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些事儿。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，朕也不信。可是朕总不能把后宫所有嫌疑的嫔妃都一一问罪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乱了后宫。所以朕希望你明白，到阿若为止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懿，朕首先是前朝的君主，然后才是后宫的君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的用心，臣妾能明白。皇上与臣妾如此坦然，没有隔阂，能得皇上如此相待，臣妾也心安了。如懿，朕真的希望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也没有隔阂。皇上，李煜查到阿若的2个兄弟都在高大人手里扣着。另外，奴婢那日在迎春家宴上说，小福子和小安子家人的银子都是阿若给的。再追查下去，那些银子都出自贵妃那儿，只是经了阿若的手。这些年，朕看阿若常常出入皇后的宫里，贵妃也一向很听皇后的话。这里面有没有皇后的事儿？皇上，您就算移了皇后娘娘，也不好再……朕知道，朕知道，皇后是朕的发妻，她与朕生了永莲，还有景色。她是个贤惠的女人，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和她无关。阿若现在还没有牵扯皇后，但是王后怕是难说。那就要他永远别开口了，将阿若废为庶人，由贤妃处置。是，那贵妃还没到动她的时候。你们出去。是。这碗汤是皇上赏你，喝完了，你的舌头就不会乱说话，也不会牵扯到其他人。
主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给2位主子请安。启禀贤主，皇上说阿若是您的奴婢，还是交给您来处置，也好告诫宫中的奴才们，不许欺凌被主。他人呢？正在院子里头跪着呢。只是阿若曾风言风语辱骂您，皇上吩咐灌了让他安静的药，他再也不能说话了。是哑了？是，阿若再也不能口出秽语辱骂贤主您了。那就是再也问不出什么了。本宫明白了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也是，来在这宫中不是问就能有真相的。贤主明慧。咱们主仆2人已经很久没像现在这样面对面，好好说会话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拿把椅子。这。本宫原本想问问你，到底是谁让你陷害的本宫？也想问问你，得了你该得的了吗？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也都问不出来了。说不出话了。你这样瞪着本宫，是不是在怨本宫？你怨本宫断了你的前路，毁了你的嫔妃梦？把手给我。多漂亮的指甲呀！是啊，养着指甲，戴着指套，过着由旁人伺候的日子，怎么还会想回到十指突突伺候本宫的时候呢？只是你把自己的后路断得一干二净，你怪不了旁人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咎由自取，自食其果。阿若啊，你从小陪着本宫长大，本宫视你为家人一般，本想赐你一份平淡踏实的日子，可是你非把本宫逼到这个地步，把你自己也逼到绝境。你知道这后宫，任何人陷害本宫，本宫的心都不会这般痛。只是本宫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本宫心里扎着狠狠一刀的人会是你。你们都看着了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们若好好当差，本宫自会好好待你。奴婢谨遵教诲，不敢心怀二念。那就好。三宝，送阿若去冷宫吧。这。
主儿，您吩咐的东西，奴婢给您带来了。这是泡了姜汁的忍冬花水，用这个水泡手治冻疮最好了。这样来年就不会再复发了。主儿，冷宫里的人来禀报，说阿若上吊自尽了。皇上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皇上的意思就说是病死的，烧了便是。啊，对了，主儿，海贵人的产期就在这几日了，怎么也没个动静？三宝，你去延禧宫问问。这。贤妃娘娘万安。伺候的太医都有谁？是太医院的许太医和李太医。不是一向都是姜太医吗？姜太医呢？御史来了使者，在驿馆里得了风寒，姜太医去医治了。贤主，产房血腥不详，您不能进去啊！贤主。哎，延禧宫的生孩子，这在烧人，谁挑的时辰？非深更半夜将人送走。坚持住！你就要坚持住！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姜太医又不在，你去回禀皇上，求皇上找齐太医过来，甚不可缺。皇上您慢点，别着急啊，齐乳就快到了，海贵人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正殿已经掌灯了，不如您先去正殿，静候佳音。生了，皇上，这是生了呀！朕的孩子当中，就属他的哭声最洪亮了。生了，是个阿哥。海兰，是个阿哥，海兰。我再放点水啊！好，哎呀，稍等，热水才关键。海兰，好，给。海兰，海兰，主，怎么了？贤妃娘娘，贵人服了催产药，血一直止不住，这恐怕什么？你想法子？赶紧拿止血的白药，太医，赶紧给贵人服止血汤药啊！主，这可怎么办？海贵人现在流血不止，你们要是止不住海贵人的血，本宫就唯你们是本，听到没有？这。主，齐太医已经到了。臣请贤妃娘娘。齐太医免礼。齐太医，海兰流血不止，现在又昏过去了，还请齐太医保住海兰。请娘娘放宽心吧，皇上已经嘱咐微臣了。请。是。脉象虚滑无力，贤妃娘娘，海贵人乃元气攻心之相。